一个英国贵族在斥责别人的时候，身体里边都浓浓的散发出那种优雅的味道。法兰西臭外地的跑我们老伦敦要饭来了，爷我可是英格兰正米字旗的。来吧，新玩具，今天我们来玩 FT 的瘟疫第61号的作品，盒子的外包装也是像之前的2次元的画风效果，背后这里同样是一些晚点和噱头的展示。纸品全彩印刷，中英文双语的说明书，厚厚的一本。信用卡材质的人物卡，配件有飞船形态的托架，不过这个地台需要另外购买。瘟疫标配的武器，握把可以折叠，上面的瞄准镜也有金属涂装的刻画。4张替换的表情面雕，一个小目标战士。在包装外还会有一兜这样的小配件，这个是给目标战士脚底下的这个握把替换的。安装方式非常简单，我们抠出来下边的这个角，然后注意这里是一个 C 型的扣子，把它脱开，拔下来，找到和脱下来一样对应的那根棍子，扣上。更换以后对比一下，明显长出来一截啊，所以这个原先的可能是做短了。小目标战士该有的可动关节都是没问题的，来回的旋转，甚至还独立做了弯腰的关节。这里边也有接地的幅度。小人的变形也非常简单，先把肩膀立起来，再往下拖一个关节，腋下这里会出现一个卡槽，把胳膊定在这里，撇下来，然后顺着这个胯部的轴折开，注意不是弯腰关节啊，从这个地方折开，然后掏出一只脚来，下方我们刚刚替换上去的这个零件翻出，旋转180度，放到这面来。说明书这里好像忘画了啊，记得把膝盖前方这里的一个扣子拨开，我们就把它挂在肩膀下方这里的一个凹槽里。最后还有个小细节，在枪下方这里有一块小零件，我们把它卡在裆部原先的凹槽位置，这就固定起来了。然后老头就可以把它握在手里边当枪使了。其实说起来，这种目标战士的变形玩法真的没啥意思啊。我个人来说对这玩意儿不是很感冒，不过聊胜于无，有总比没有强。和动画片里边的效果来对比一下 ，FT 做完了美型以后，有了一整体的修正，身形方面更加的纤瘦、壮硕，甚至于修长了一些，不像动画片里边那么墩墩的感觉啊。其实做了不少的美化。背包还是挺厚的，但是能把那么大的一壳子，毕竟瘟疫是一个壳包人的设计，也能把壳子叠到这么大的一幅度，其实也算是比较厉害了。从背后这里看，也算是整整齐齐。面雕的造型在把握了瘟疫原有的一些元素还原度之上，也是做了一些美型式的优化处理的。更换面雕的时候，我们把上半个脑袋揭开，从这里拔下来，就可以更换了，非常的方便。翅膀根部有一段活动的关节，还是齿轮的，可以进行各种幅度的调整定位。做成的这种巨大的翅膀，里边也是金属漆的内部涂装刻画。其实我感觉瘟疫这个角色在设定上边有一点参照这种德古拉吸血鬼伯爵的那意思在里边。头部可动，脖子是独立的关节，上下抬动幅度很大，左右旋转其实并不大，脸罩的这个造型还有衣领的地方会稍微绊着一些。胳膊的可动范围360度无法做到，后边这里翅膀会挡到，而且这个肩部关节在活动的时候，明显感觉不会像其他的关节那么的夹。我试着看能不能把它拧紧加固一些，似乎要一层一层的全部把它拨开才能拧那个螺丝，所以这也是一项大工程啊！这一点着实做的差点意思。如果是有动手能力的小伙伴们，第一个要拆小臂，拆大臂，再拆开肩头，再拆开里边的这一层，
才能把中间的那个转轴的地方把它锁紧。它锁在了那么里的地方，所以挺难的一个操作过程。左右抬臂，这里是齿轮关节，倒是松紧度定位效果做的也都不错。二头肌的旋转紧实程度也可以，胳膊肘的曲臂也能达到一个120-130度的距离。全指可动手，手腕这个地方还是一开口球腕，所以可以跟这样窝下来，来回的旋转。腰部左右旋转，齿轮关节360度没问题，同时做了独立的弯腰，这里边也有2段的齿牙定位。胯部是一块合金的齿轮，前踢可以达到90度，支撑的力度也没有问题。后折大概45度，后边的裙甲会稍微的阻碍一些。侧踢大概50度左右吧，不过这个地方并没有设计齿轮关节，而且你在开合的时候，明显能感觉到这个胯部的轴也不是太紧。虽然说这样也能定到位吧，但始终阻尼感并不是太好啊。还好的是胯部的这个轴，你就很方便的去调整螺丝了，把这块地方稍微的紧一下。哎，明显的感觉到阻尼就上来了。大腿根部左右有一定的旋转幅度，膝盖这里是2段齿轮关节，屈腿也能达到135度左右。脚踝左右整脚的接地，它放在了这个轴的位置。不过从正面来看，因为里边有东西填充，所以也并不会显得特别脱肉。在我的印象当中，瘟疫应该是一个挺猥琐的老头形象，但是 FT 这回把它描绘的会有一种很英伦绅士的感觉，也会让人想起来《间谍过家家》里边那个白胡子的老头，应该是校长吧，那样的一个英伦的绅士范儿啊，优雅，太优雅了。这个真不是我吹啊，这种优雅的感觉就像什么？一个英国贵族在斥责别人的时候，身体里边都浓浓的散发出那种优雅的味道啊！法兰西臭外地的，跑我们老伦敦要饭来了，爷我可是英格兰正米字旗的。就血统是挺纯正的，跟宇宙大帝也是有那么一点像。哎，我换脸的时候还发现啊，这个胡子似乎还挺有韧性的。不是很容易折断的那种。那么好，我们直接进入这款老瘟疫的变形过程。首先第一步要把拳头全部团起来，变成这样方方的最小的幅度。背包后边这里挂着的一大坨啊，上面有一个小的夹扣，把它掰开，然后里边也有插着的地方，把这地方都拉松卸下来，哎，都打开。在肩膀后方这里有一个小的锁边，把它打开，然后把这个肩膀这一片立起来，这里边就有一根带子解锁开了，两侧同样把这里都抠开，解锁出来这个背包，我们先往外撇一点，顺着这个转轴把它拉松。胳膊这里立起来，腋下有一个挡片，把这里拆开，然后这个肋部的零件往下撇90度，再把它压进去。双关节把这里边的肩膀拉下来，胳膊放到这儿，再把这个盖子扣回去。打开胯部，中间垫着的这个纸尿裤。年纪大了嘛，大小便失禁的，然后把后裙甲这里锁着的2个豆点拨开，胯部的关节往里夹一下，2个豆点合并之后，再用这个地方锁紧，再把纸尿裤给它垫上。来看这只小腿的变形，脚尖的红色尖锐先折进去，后边的脚后跟这2段拉出来，还挺紧的。翻到小腿内侧，这里边有一个锁边的扣子，我们把它拨开，然后整体的往出顶，把小腿延展开，脚踝挪开，里边的这一坨白色的边缘，然后看里边有一个合金的双关节，我们把这里搓开，
注意根部是有一个滑道的，拉一下，把它往下锁。在打开的同时，膝盖侧面这里有2个零件双关节往前推，里边有扣子啊，锁紧，然后把后边的这一块折到关节里面去，继续双关节往下锁，这样才能压到一个最小的幅度。从这个角度看，把脚丫子旋转180度，脚尖儿和脚背上面有一个连接的扣子，打开，再旋转180度，折到脚心里面，再折叠，缩起来，腿部里边填满之后盖盖儿。边缘这里拨开一点点，把这个挡肉的零件往回折叠，小的引擎盖把这里的窟窿填上。继续往上来看大腿的部分，这里边有一个滑道，还挺紧的，垫着点，把中间的扣子解锁开，往后拉一档，然后旋转90度，再往外推，锁定。2条腿全部处理完之后，就可以把脚上的这个扣子结合，锁在一起。翻到背包来，刚才我们把这块的肩带已经完全的脱出，拉一下小立领的边缘根部，有2个扣点，解松，然后把里边的这一大块的连杆整体的往出掏。再看胸甲的位置，根部的这一块的边缘转轴往下顶一下，整个的胸甲拉开，然后边缘这2个带扣子的地方旋转180度，翻到肚子里面。肩带继续锁回来，中间的窟窿眼对准肩膀上边的零件，插住，锁边，然后把整个的胸甲顺着这个双关节翻到正上方就好了。前方的这一块往下掏，旋转过来，包成船头尖锐的位置，然后这一块根部是一个旋转的轴，我们把它拧个180度转过来。最后这一块是要拼在一起的，先摆在这儿备用。背包的拆解，打开这个扣子，掰松，翻到另一面来，小三角区折出，这个板翻出，注意中间的一个连杆，我们把它卷动，顺着这2关节翻个180度，变成这个样子。后边这里还有2个挡肉的片儿，折出来。这个时候可以先找准位置，下方这里的这个灰色零件根部是有滑道的，我们把它推满，和胸甲压缩拼在一起，然后左右2个大翅膀双关节折叠压回来，扣住。它和下方这里的盖子是有一个结合的大插扣，包起来，翻转180度，再把这个翅膀尖边缘这里的锁扣挂上。腿侧面翻起的这一片打开，延展，然后注意这里边有一个倒着扣的地方，边缘放好。接着到了鼻尖这里，180度翻转过来，继续往后拉，拼合起来前方这里的形状，顺着这些卡槽往里压就行了。FT 的工艺和模具精度，这个是可以放心的啊，只要顺着这些卡槽的位置往里定，结合就可以对到严丝合缝。这一块船底的位置也拼齐了。此时头部我们需要再变形一下，中间带有2个卡点的地方往后推，同时往起立这个翻转立领的地方。根部这里有2个凹槽，推到最后方的时候，这2个凹槽落下来，把这个立领卡住，脑袋摆摆正，然后后边的这一根转过来，打开盖子，翻出里边的小尖儿，滑道拉开，旋转180度，
插回去，这一块再往前盖。我们看到这里其实是有一个大的插扣啊，连接着下方的一个根部关节。其实，在说明书上面这一步画的不是很方便看懂吧，也是比较难的一个点啊。先打开这个地方，左右掰开，让这个扣子一分二，撇开它，然后把这一块顺着弧线拼合好，哎，立起来。也就是说，把脖子中间拆出来的这一根筋跟这背包的盖子拼合到一起，再通过下方的转轴往回旋转。从这里可以看到，里边还有一个小扣子要夹在一起进行结合，但同时呢，我们还要把脑袋先钻过来。下方这里的这个圆棍子让进去，哎，同时的掏过来进行结合。上方这里这个滑槽我们还是先拉开一点啊，然后把这两块中间的棍子再结合卡在一起，拼成这块梯形的造型，全部让过来，推进去。把这个形状变好，里边也是有扣点的，但是先不要着急，我们再顺着前方这里所有的缝隙，把这些该扣合的边缘，你看很准，只要是扣到位了，这些扣子就自动的落上去，找到这些地方都锁上。尾部这里还有两个暗处的扣子锁在小腿的边缘上，所以都是一些环环相扣的锁定。最后我们再来锁，相当于是剑倒的位置，把这里的扣子钉上。侧面这里有两个挂钩，卡着这里撑着，后边这里有两个锁边，把它捏进去。扣上来，完美的咬合住。那么这款瘟疫就非常规矩的变完了，拼合线规规整整。虽然说这个变形的过程吧比较绕的一点，但是完全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它的扣子找扣子的感觉很好，你变到位以后啊，这些卡榫轻轻一推就完美的缝隙对准了。其实麻烦就麻烦在了这一块剑导的操作上面啊，它有一个里外包和反着扣，所以这些扣子的顺序以及它一个落一层的位置关系需要注意一下。从上方、侧面、前方来看，这款瘟疫最后的完成伪装形态都是包裹的非常严实啊，很好。底盘这里来看算是相对来说整齐吧，只是会露着中间的这一点缝隙啊。然后此时我们也可以掏出这个架子来，后边的两个圆豆卡在红色的地方，前方这里一拖，涂装的质感整体的效果也很好。关键是如果你变形到位的话，密合的这些缝隙对得非常的准，严丝合缝的这种感觉是让非常多强迫症的变形金刚玩家非常享受的，相当不错的一个完成度。甚至他用脚底的零件把边缘这里空隙的地方都给你堵起来了，盖板做成了喷射引擎的效果，涂装十分的精美，做工用料的材质也是 FT 一如既往的这种优秀素质啊。那么总的来说吧，其实在一开始看这个瘟疫的变形演示视频，还有打开说明书的时候啊，感觉还是挺有压力的，似乎非常复杂，但实际自己把玩下来以后呢，其实变一次就可以稳稳的记住了。身上虽然说有一些小的细节调整的地方，锁扣啦、挡肉的地方特别多，但它的主体变形逻辑其实还是很分明的，唯一就是要注意这一块的顺序和位置关系，仅此而已啊。所以这款瘟疫的变形步骤，我觉得跟狂飙是差不太多的，而最终呈现出来的效果，两个形态也可以说是相当的不错了。横向对比目前市面上所有推出的瘟疫产品，在 MP 这个身高比例里边 ，FT61号的这一款还是相当能打的。
况且各方面的素质表现特别的高，相信也会有很多朋友们复数购入吧。至少3个成员摆成扫荡队，或者你用混搭的方式，扫荡队3个同模的，甚至连颜色都没有更改的角色，用3个不同的变形形式来演绎，一个 FT， 一个叉射，或许后面会等到一个 MP 自家出的瘟疫。具体要怎样搭配，还是看小伙伴们自行定夺。而 FT 的这款瘟疫各方面的素质表现还是非常高的，唯一的毛病缺点就是我刚才在人形提到的肩膀转轴松、胯部转轴松的问题，到时候你自行用改锥稍微的拧一下那个螺丝就可以解决掉。肩膀这一块来回的拆其实是太麻烦了，所以也是希望在后续的批号里边能把肩膀的那个转轴位置稍微的调整一下，如果说能改成一个齿轮关节就更好了。那么得嘞，这一款 FT 的瘟疫就是这样了，变形需要注意的地方很多，稍后我还是会做逆变的。